职场上的墨菲定律，它就离谱的出奇。今儿早上老板说有个脾气不好的客户要去对接，我心想不会是我吧？苏萌啊！哎，他还真是我。完事我下楼接客户坐电梯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你说这个电梯缝，它是不是能完美的掉进去个手机呀？我仅凭着老板对客户的描述，就找到了那个多金的暴脾气。催什么催？我这不来了吗？下去！你好，先生。客户问是我吗？我说是我。长得还行。然后这个低情商趁我倒杯水的功夫就睡在了会议室里。我左叫右喊，他就是不醒。然后我趴下一看，他口水滴在了我的鼻孔里。我只能一边享受着打工人最后的甜蜜，一边等他睡醒。这啥？不是，他睡觉还不让人吃东西啊！这是像我一样能屈能伸的去多多曲奇，软硬兼施咱都行。我吃的开心就把合同签了吧。我确实不错，很粗脆。等咱俩结了婚，我天天给你们。啊！我现在真是趣多多都缓解不了焦虑，吃了我的饼，放出你的屁是吧？哎，你找不到公司，你不是这样。杨总，您才是我客户啊！不，我是发传单的。那你呢？我是来相亲的。我是院长。如果你的女同事这一天突然开始眉头紧锁、目不转睛、坐立不安了，除了大姨妈来了，那就是双11到了。我们左手老板键，右手滑鼠标，今天的底薪必须上缴。这么认真啊？老板看我这一桌子都傻眼了，看我这是啥？我说这都是工作要用的。萝卜刀啊！我平时就爱薅人家9块9的羊毛，还没等我解释，老板又拿起了我的臭屁包。我说这是为加班准备的小零食，结果老板让我拿会议室去，我以为这下暴露了要挨批了，结果来，先试。我眼看到臭屁包被客户捏的都胀包了，我刚想阻拦，结果那臭屁包的主要成分就是小苏打，老板一天都在办公室上蹿下跳的，连打火机都不敢打，他一点办公室的账。我想趁他生日快到了，跟同事们请教一下，买个礼物跟他道歉嘛。结果同事们先激恼了，送人就得大家电，天天用机你的好，送大牌品质高有诚意。我再看看呗。不是你到底想买啥呀？你到底送谁呀？老板生日哦。我看着马屁他们先拍了，我就立刻下单了。等我捧着蛋糕拿着礼物去道歉的时候，老板还在办公室躺着打嗝呢。老板，如果可以选，我下辈子绝对做男人，因为我再也不想请客户吃饭的时候来大姨妈了。就山东这个职场宴请吧，他是得对号入座的。客户进门的时候我才知道，下。我坐主陪位上来了，当时的情况我只能搬着凳子站起来，我小腹一用力，他就跟泄了洪似的。主陪干到副陪，寻思没啥事了吧？后来的同事那个客气啊，来一个往前挤我一个，来一个往前挤我一个，结果跟客户旁边来了，早知道让我换啥位置啊？这半拉每个座都让我沾染了，眼看同事们从刚开始的热情变得都不说话了。因为都忙着拿餐巾纸往屁股底下塞，客户觉得不对劲儿了，当场想起身带个酒。我带一个吧，啊，带一个。算了吧。旁边同事突然问我带姨妈巾了吗？终于有伴儿了。哎呦，别！同事说他2月没来了，都没准备。没事儿，这东西我随身带着，就怕万一。可他从厕所一出来就急着往包间冲，我问他咋了，他有问题，因为他姨妈根本没来，但裤子上有。你到底是谁？看你们屁股底下。当时全屋人脸都红了，一个都没站起来。可这时候客户站起来了，他说他这2天痔疮犯了，刚才好像崩了，领导。是什么把职场社恐逼到厕所吃火锅？是因为我们老板到了相亲的年纪，一下班抹完发油，溜得比我们还快。好，我马上到。
最近应该是相中了，好几天都没来公司了。但我们白天敬业工作，晚上主动加班。可那晚夜宵刚吃一半，停电了，然后就听到了走廊里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。当时我们就像小时候在家看电视，听到了钥匙插门里的声音，那当场就炸锅了。摸着黑，端着作案工具就开始东躲西藏的。我一眨眼，桌子上就剩个锅了。我端着那滚烫的锅，藏哪都有人。没办法，我就直奔女厕所去了，毕竟这才是最安全的地儿。嚯，这带相亲对象来的。他单身还是有原因的。我的本事呢？这锅烫的我是实在端不住了，完事我刚要出，结果就听见厕所门口传来了高跟鞋的声音。我屏住了呼吸，毕竟在厕所吃火锅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，可他居然轻手轻强问我借东西。你好，能借张纸吗？我一紧张，捞了瓶白酒给他递过去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听着没动静了，我就冲了出去。这场面我是实在刹不住啊！我脚底一滑，溅上了一锅牛油汤底。前几天公司万圣节，我 cos 了豹女，这不是重点，但请你记住，这个接下来会严重影响剧情发展的造型。重点是我煮了一锅鸭脖，想晚上回来追剧，结果煮完发现我们家冰箱孵出来一窝小鸡。于是临走前我就让我妈挂阳台做风干了，可晚上就会喝到很晚。回来我想再续一杯的时候，阳台上的鸭脖不见了。我一看我妈没关窗户，那一定是吹楼下去了。我衣服没来及换就下去整了，结果迎了一阵晚风。我就在草丛里了。后来一阵狗吠把我叫醒，我才想起来我是来捡鸭脖的，在外边风干一天已经是我最喜欢的口感了。可我换完衣服去拿饮料的时候，早上孵小鸡的旧冰箱变成了一件艺术画框。哇！干嘛呢？小区出事儿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一开门就冲出去了，临走前还问我有没有跟回来什么东西。我当时吓得酒都提到嗓子眼了。他外国节可不能吓咱中国人啊！小区保安说晚上进了只野生动物，在小区里觅食，还跟小区里的狗抢东西，看监控是跑这栋楼里来了。我说我没看见，就刚才下楼捡鸭脖来着。鸭脖？我妈说早上就放冰箱里了，问我去楼下找啥了。我说早上冰箱不是坏了吗？我以为咱买不起新的了。等会儿鸭脖放在冰箱里，那我刚才捡回来吃的是。那你说那个野生动物是什么？我